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呢，我们想聊一个挺让人思考的问题啊，就是你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问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的人可能是为了工作，为了未来，有的人可能就是单纯的喜欢，就像我可能就是为了看剧。那其实我觉得可能把大的方向和一些小的乐趣结合起来会比较好坚持下去。我们来第一个大块的内容啊，就是关于学习目标的类型，咱们来聊一聊。常见的学习目标都有哪些？然后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其实我觉得学习目标，可以分成几类吧。就是有一些人他是为了掌握知识本身，对。那还有一些人呢，他是更想锻炼自己的能力，对，比如说我想提升我的写作水平，或者我想提升我的编程水平。对，就确实目标各有不同。还有的人呢，他是为了成绩，为了奖励，为了满足父母老师的期待，或者说为了将来有一个更好的职业、更好的社会地位。然后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因为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或者说他有好奇心，他就想要探索这个世界。你觉得就是说兴趣驱动和这种功利驱动，他们分别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和坏处？兴趣驱动的话，我觉得就是首先你会很享受这个学习的过程，对，然后你也会很持久的去投入，遇到难题你也会主动的去想办法。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可能会很容易因为没有什么外部的压力而松懈，或者说你遇到一些枯燥的基础的东西你就想绕过去。功利驱动好像就是完全是相反的一个逻辑。对，功利驱动的话就是它会很有目标，然后也会很有效率，遇到一些枯燥的东西它也会咬牙坚持。但是一旦这个外部的奖励没有了，或者说这个压力没有了，它可能就会立刻没有了动力，而且它可能也不会真正的去理解这个东西的深层的意义。所以两种驱动其实都是各有利弊的。你觉得就是说不同的学习目标会在实际生活中产生哪些不一样的结果？我觉得如果是兴趣驱动的话，你会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有那种心流的体验，就是你会全神贯注，然后你会觉得很满足，而且你会即使遇到了困难，你也会很自发的去调整你的方式，继续的钻研下去。听起来就是兴趣确实是可以让人走得更远。对，但功利驱动的话，就是它会更高效的去达成一个具体的目标，但是它的这个动力就会随着这个目标的实现，或者说这个外部的激励消失而减弱。对，所以就是说，最好的其实往往是这两者的结合，就是你有一个外部的目标，但是你同时也能发现学习过程当中的乐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既高效又长久的去坚持下去。那我们接下来就想聊的就是目标对学习到底有什么影响？对，尤其是有目标和没有目标会带来怎样截然不同的学习境遇。那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学习目标究竟能在学习动力和方向感上带来哪些具体变化？其实目标就像是一个导航仪吧，对，就是你有这个目标，你就知道你该往哪儿走，然后你也会有这种持续的动力，就你每完成一个小目标，你就会有成就感，你就会更想去学，你遇到困难你也会更有韧性。对，确实有了方向之后，你整个状态都不一样了。对，相反，如果说你没有目标的话，你就很容易迷茫，然后你就会拖延，甚至会产生这种厌烦的情绪。就很多人他都是不知道自己在学什么，他就是在完成任务，他的这个动力就会慢慢的被消耗掉，最后他可能连最基本的学习都要靠外界的催促。那你觉得就是说，有清晰的学习目标会在知识的掌握和学习效率上面有多大的帮助？目标明确的话，你就会很有针对性的去安排你的学习，就你会知道你要把你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哪些地方，然后你也会很系统的去梳理你的知识，就不容易遗漏一些重点。所以就会学得更扎实，然后更有效率。对，没错，就是目标明确了，你就会避免那种东一榔头西一棒，然后也会让你主动的去调整自己的方法，查漏补缺，你就会知识越学越牢，也真正的提升了你的学习效率和质量。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对我们的自律和我们的心理状态会有什么影响？其实就是有了清晰的目标之后，你就会很自然的去制定一个学习计划，
那你就会一步一步的去推进，然后你也会不断的回头去检查你的进度。对，那这个其实就是在锻炼你的自控力和你的自我管理的能力。听起来好像是目标还能帮我们稳住情绪。没错，对，因为你有了方向之后，你就不容易陷入那种焦虑和自我怀疑，然后你每一次达成一个小目标，你还会有自信。对，而如果你没有目标的话，你就很容易拖延，也很容易被挫折打败。你长时间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你之后的成长和发展。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3趴，就是聊一聊这个学习目标的结合。这个大目标和小乐趣到底要怎么融合？对 ，OK，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只盯着大目标，而要把大目标拆解成小目标呢？其实大目标就像你说的，你要登顶一座高山。那如果你只是盯着那个山顶看的话，你很容易就觉得，哎，我怎么还没到？我怎么还没到？然后你就会很累，很丧气。但是你如果把它拆分成一个个小的路径，比如说我今天就走到前面那个树丛那里，那你每完成一步，你都有成就感，你这个动力就可以不断的续上。哦，原来小目标还有这样的一个魔力啊！对，没错。就像比如说你要准备考试，你把它拆分成每天要复习什么。那你这一天的复习就是你的一个小目标，你完成了这个小目标，你就给自己一点奖励，比如说你可以看一集你喜欢的电视剧，你可以吃一块巧克力，你用这种所谓的剥洋葱法，或者说这种里程碑的这种奖励，你就会觉得学习就变成了一个像游戏一样，你不断的在闯关，你就不会觉得那个遥远的终点那么难熬了，而且你也会更容易坚持下去。你觉得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学习变得更有趣，让我们更愿意投入其中？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主动的去挖掘学习里面的一些乐趣，比如说你去想想这些知识在生活中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或者说你去用一些讲故事，或者说玩游戏，或者说做实验的方式把这个东西变成好玩。对，甚至比如说你学完之后，你跟朋友去分享你学到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你还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奖励，就是你完成了一个什么小目标，你就可以看个电影，或者说你可以来一次小旅行，就是这种你把它的趣味性和你的满足感都结合起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学习变成了一个很期待的事情，你就会动力一直都在线。那如果我们想要让学习既能够持续的推进，然后又不至于变成一个枯燥的任务，有哪些比较好用的这种方法和技巧可以借鉴的？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次旅行，然后你就是那个拿着地图的人，你要不断的去调整你的路线。对，你可以用一些工具，比如说番茄钟，或者说一些便签，把你的时间和你的任务都细分好。你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学会自我调整，不要去苛求自己一定要完美，你要学会回头总结，看看你这一路下来有哪些收获，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让学习变成一个充满探索乐趣的这样一个旅程。你有没有想过外国人学中文会闹多搞笑的笑话？其实不光是他们，就连咱们中国的留学生在教中文的时候也会遇到各种让人捧腹大笑的趣事。没错没错，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学中文过程当中的让人笑到肚子疼的乐事儿。咱们先来聊第一大块啊，就是外国人学中文闹的笑话。说到这个，我特别想问，就是中文里的一些多义词会把外国人整到什么程度？就比如说方便这个词吧，它既可以说去洗手间，也可以说有空。那很多外国人就听到说哦，我去方便一下，然后他就以为是上厕所，结果后面又听到说哦，你什么时候方便我们一起吃个饭，他就整个表情都不对了，就觉得啊，怎么能在上厕所的时候吃饭呢？这个真的太容易误会了。还有那个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人说哪里哪里是表示谦虚。那很多外国朋友就真的开始找说啊哪里哪里漂亮啊，就他会真的以为你是在问他一个具体的地点，就会很搞笑。你觉得就是中文里面那些发音很像，或者说写出来很像的字，会把外国人搞到什么程度？就是比如说这个头七，好多外国朋友他就会直接理解成来中国的头7天。那这个就很容易闹笑话了。这个确实容易搞错。还有那个水饺睡觉，对吧？这个还有那个知道迟到，就是他们经常会就是说出来的时候让你捧腹大笑。对，但是他们自己可能还不知道，就是比如说有学生说啊，我最喜欢吃睡觉，
然后大家就笑，他也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你说如果要是碰到中文里面那些同一个词有好几种意思，或者说同一个发音有好几个字，那外国人会抓狂到什么程度？就比如说这个行，它可以念成 s 音，也可以念成 han， 然后它又有可以的意思，有行业的意思，有走的意思。那很多学生就是读到，比如说什么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他们就直接就懵掉了，这听着都头晕。还有那个的地，对吧？这个一只手把，这个把住了，就是这种绕口令，他们来讲就是噩梦。对，然后他们经常会，比如说什么，我想一个人，他会理解成我要单独待着，或者是我在思念某人，就会闹很多这种笑话。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教外国人学中文的一些趣事。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留学生在教中文的时候都用过哪些比较新奇有趣的教学方法？就比如说有一些同学啊，他会画一些特别搞笑的图来区分，比如说妈和骂，对吧？他会画一些特别搞笑的图。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龙，他会画一条龙，但是学生还要问是不是恐龙。对，还有就是一些比较这个叫什么吃醋啊、拍马屁这种词，他会编一些特别搞笑的故事，或者画一些特别的图。还有就是比如说狗不理，他会给你画一个狗，旁边一个包子不理他。就感觉这样学肯定特别好玩。对，没错。然后除了这个画的，还有就是会有一些这种肢体动作让大家来猜这个字。比如说他会让大家来用身体拼这个字，还有就是会玩这种你画我猜，还有这种汉字的这种拼图，对，还有这种消消乐这种小游戏，甚至还有就是把教室变成一个超市，让大家来买东西，就是表演一些这种情景对话，还有一些就是这种表情包造句啊，还有一些这种短视频的配音啊，还有一些这种唱歌，就是各种让大家能够在这种玩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中文给学会了。那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搞笑的，就是因为中文字词的一些微妙的差别，然后引发的一些教学的趋势？有啊，比如说我有教过，就是这个膀，肩膀的膀和膀胱的膀是一个字，然后学生就会一边笑一边去记。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便，大便的便和便宜的便是一个字，子子气的仔和靓仔的仔是一个字，还有就是这个圈，朋友圈的圈和猪圈的圈是一个字，学生就会觉得很好笑啊，就会记得特别牢，甚至他们会自己去编一些这种段子，比如说什么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大便，不是，是吃了一个便宜，就他们会自己去编这种段子来帮助自己记忆。那你觉得这种幽默和这种创意在对外汉语的教学当中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其实我觉得就是幽默和创意就会让课堂的气氛变得轻松很多，然后大家就会消除那种隔阂，学生就会觉得我学中文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个留学生，他就是用这种幽默的方式给大家解释了一个很难的语法点，大家就一下子就笑了，那个难点就一下子化解了，大家就对这个东西就印象特别深。看来大家都很愿意参与。没错，然后就是这种有趣的小故事啊，或者说这种肢体的演示啊，让大家觉得好像学中文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大家都抢着要发言，甚至他们会主动去查一些这种流行语啊，大家会玩一些这种方言的小游戏啊，大家会玩这种网络热词的这种造句啊，大家就会觉得好像学中文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大家就会很自然的就把这种文化的交流就融入到了这个语言的学习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这个汉字里面的一些幽默的玄机，好吧？第一个问题就是汉字的谐音会带来哪些有趣的误会？就是因为很多汉字它的发音是一样的，所以就会有很多这种很搞笑的场景，比如说这个乡里开会，村长说这个兔子们虾米们不要姜瓜，咸菜太贵了，其实他是想说同志们乡民们不要讲话，现在开会了，就这种谐音的这种误用就会让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就这种误会真的是太常见了。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南方口音的人，他说这个睡觉一碗，他其实是想说水饺一碗，然后就会闹得这个服务员脸红脖子粗的。还有就是这种什么
这个秀才作诗啊，有两手，这种歇后语也是利用这种谐音来让人忍俊不禁啊，对吧？包括这种什么，这个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这种对联也是用这种谐音来增加它的趣味性。哎，那你说这个拆字，就是把一个汉字拆开，会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幽默效果？比如说这个拆字的这种幽默，经常会把这个字拆开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意思。比如说人加一笔可以变成大，也可以变成夫，也可以变成天，对吧？然后这个口呢，加一个木就变成了困，加一个心就变成了闷，加一个亡就变成了忘。就这种拆字就会让你觉得很好笑又很有道理，听起来确实很有趣。对，还有就是这种汉字的这种拟人化的对话，比如说这个金对璧说，你看你戴上了博士帽就身价100倍了，对吧？然后这个齿对镜说，你看你怀了双胞胎了，这种就是非常的脑洞大开又很有智慧。对，就是把这种汉字的这种结构的巧妙都给展现出来。你觉得这种成语被恶搞或者说被误用会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幽默效果？就是比如说这种画蛇添足，被恶搞成画蛇减足，然后这个杯弓蛇影被恶搞成杯弓鼠影，这种就一改动之后就会让人一下子就笑出声来。这种创意还真挺让人意外。对，还有就是比如说这种什么见机行事啊呆若木鸡啊，这种就把这个成语的字换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搞笑的意思。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这种一个人很吝啬，就说他是一毛不拔，另一个人说不对，他明明还拔了一根毛给我。就是这种对成语的这种幽默的运用，就会让我们的这种日常的表达，包括这种社交互动啊，都会变得更加的有趣味性。对，也让大家对这个汉语的这种魅力啊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你觉得哪些口误是最容易发生？我觉得就很多就是刚学中文的朋友会把一些发音很像的词弄混，比如说那个日和月，他们可能就会发错音，然后就会闹笑话。包括一些比如说这个 R 和 L 分不清的，就会把一些词念成另外一个词，就听起来特别奇怪。是啊，这确实是让人捧腹大笑的一些瞬间。还有就是这个量词的搭配啊，也是一个重灾区，就什么一只马呀、一头猫啊，这种就会让人笑出声。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表达的顺序也经常会搞错，比如说我吃早饭在学校，就会说成我吃在学校早饭。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方便啊、东西啊这种词多义的就更会闹笑话了。就什么我要去方便一下就会理解成我要去上厕所呀什么之类的。就这种口误真的太多了。那你觉得就是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口误，到底是揭示了中文学习过程中的哪些比较难的地方？其实这些口误背后就是暴露了很多发音啊，比如说声调啊，这个外来的学生他的母语的发音习惯的干扰啊，还有就是这个量词啊、名词的搭配啊，还有就是这个词序啊，还有就是这个一词多义啊，还有就是这个文化背景啊，很多很多的难点。那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其实语言的学习不光是要去记单词、记语法，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去理解这些东西背后的文化和逻辑。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文是一门既充满挑战但又非常有趣的语言。你觉得就是这些闹过的笑话和这些尴尬的口误，对于学中文的人来讲到底有多大的帮助？其实这些出错的经历就是相当于给你打了烙印，就你会通过这种幽默通过这种尴尬，让你把这些本来很容易混淆的东西记住了。对，而且它会让你不知不觉的去探索语言背后的一些逻辑、一些文化，然后让你从一个只会死记硬背的学习者变成一个真正会用语言的人。对，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你成长的垫脚石，是你变成一个语言高手的必经之路。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聊一聊口误背后中文学习的难点。
这个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中文里面哪些发音的规则是最让学习者头大的？其实我觉得声调是让很多人最头疼的，就是4个声调再加上一个轻声。就很多字你只要声调一变，它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很多人就是比如说3声和4声就特别容易混淆。是啊，这个确实连我们有时候说快了都容易出错。然后还有就是一些 R 和 L 啊 SH 和 S 啊这种就是发音很接近的一些辅音，还有就是前后鼻音也经常会搞混。还有就是一些多音字，比如说 G 歌和 A 它有好几个读音，在不同的词语里面它的读音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就是叠词的变调啊，还有一些就是生僻字啊，还有一些就是地名啊，它的一些特殊的读法，都会让中文的发音变得非常的复杂。对，一不小心就会说错。你觉得就是中文里面哪些汉字或者说哪些词汇的用法是最容易让学习者搞混？首先就是一些长得很像的字啊，比如说这个少和小啊，买和卖啊，这种就是你一不小心就会认错。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意思很接近，但是又有一些很微妙的差别的词啊，比如说这个望其项背和望尘莫及啊，这种你一不小心就会用错。还有就是一些量词啊，这个也是特别让大家头疼的，就是一本书、一支笔、一个人、一头牛，这种你要搭配哪个量词，很多时候都是要靠死记硬背的，所以一不小心就会说错，就会闹笑话。那你说中文的语法和中文的表达习惯会给学习者带来哪些比较意想不到的障碍呢？其实中文的句子结构啊，它是有很多自己的规则的，比如说你的这个状语啊、定语啊这些东西的位置，它都是有讲究的。对，然后你一不小心就会把它的顺序说错，包括一些有时候你的这个主语啊或者宾语啊会被你漏掉，或者说一些这个动态助词啊，比如说了、着、过这种你会用错。还有就是在不同的场合啊，或者对不同的人，你要用不同的敬语啊，或者说一些谦词啊，这种一不小心就会用错。再加上就是南北方言的一些差异呀，还有一些就是网络上的一些新的词汇啊，这种让你觉得怎么说吧，就是很灵活，但是也很容易出错，所以就会让你表达起来会变得比较复杂，而且容易闹笑话。我们要聊的这一部分啊，就是关于这个笑话是怎么帮助我们中文学习进步的。OK， 对，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幽默的小故事到底是怎么让我们学中文变得更有动力的？其实就是笑话，它本身就有一些这种谐音啊，或者是一些双关啊，然后一些这种意想不到的这种用法，对，它会让本来很枯燥的一些汉字啊、一些语法突然之间变得有趣起来。对，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把这个生日说成了生蛋，大家就会笑，对，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你就会想要去主动的去琢磨，这到底是个什么词？对，这是什么结构？你就会有这种想要去探索的动力。对，确实。就是比起死记硬背来讲的话，这种方式确实让人更愿意去学。而且你想啊，就是老师在课堂上会用一些幽默的小故事，或者说一些谜语啊，来导入一个新的知识点，然后大家就会气氛很轻松，大家又很投入，你就会觉得，学中文变成了一个像猜谜一样的游戏，你就会不知不觉的就参与进去了，而且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压力。那你觉得就是这种幽默的小故事，或者说这种笑话，在帮助大家记忆中文的词汇和语法的时候，它是怎么起到作用的？其实很多就是笑话，它会抓住一些发音很接近的，或者说一些字看起来很像，然后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意思很容易混淆的一些词，来制造一些笑点。那你在笑的同时，你就会把这个容易混淆的东西就记得特别牢。比如说你把这个老师变成了老师你可能就很难再忘记这个字怎么写了。对，这么说来，
笑话还真的是帮我们把这个难啃的知识点变得有趣了。没错没错。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把字拆开来讲一些笑话，比如说这个休，就是一个人靠在一个木头上休息，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字的结构我一下子就记得了。对，然后包括一些这种谐音梗啊什么的，也可以帮助大家去理解一些多音字或者说一些语境的不同。比如说这个银行，你可以把它念成银行，就是你在不同的语境下面，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对，那你通过这种方式，你就会记得更牢，而且你会用得更好。那你觉得就是在中文的课堂上面，怎么能够让笑话真正的变成一种提升大家表达力和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其实就是让学生去改编或者是自己创作一些笑话，比如说让他们去小组合作编一个新的段子，或者说让他们去模仿一些经典的桥段，然后去表演。那这个其实不光是让他们去复习了这个语法点和词汇，同时也会让他们去用一种比较有趣的方式去练习他们的口语表达。对，那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习惯去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去传递信息，那他们的表达力和创造力自然就会提升。对，今天我们其实一起回顾了一下学中文的路上遇到的那些有趣的口误，然后也聊了一聊这些东西背后的一些难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成长的一些小插曲，对，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在意，就是勇敢的说出来，才会不断进步。好了，那就是这一期播客的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拜拜。